看了那么多的异世界册纸，你见过日本人制作的中国宫廷风动漫吗？传说在萧国的皇宫里有一名神秘的巫妃，不是鸟妃，身为妃子却从未侍寝，据说还能使用奇妙的巫术，无论是咒杀、祈祷还是寻找失物都有求必应。开一场就是一场紧张刺激的逼宫大战，废太子夏高俊带兵强闯皇太后寝宫，皇太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还在叫嚣着让士兵把废太子插出去，却没想到士兵当场反水，齐齐拥护废太子。皇太后这才发现自己惨遭背刺，夏高俊抽刀上前，对着皇太后一刀砍下。之后废太子登基为帝，当天晚上就带着侍卫卫青来到了鸟妃居住的夜明宫，这里非常阴暗，据说还有怪鸟出没，所以人人都害怕此地不敢靠近，甚至还有传言说见到巫妃就会招来厄运。正说着，大门突然打开，一道金光飞了出来，卫青眼疾手快抓住一只肥鸡，而就在卫青准备将其掐死的时候，屋内传来一道声音让他放手。灯光亮起，一位身穿黑袍的美人走了出来，她就是神秘的巫妃。夏高俊拿出一只翡翠耳坠，请求巫妃帮忙，但巫妃出手需要代价，咒人者亦受此咒，杀人则以命换命，至于寻找失物那是另外的价钱。至于夏高俊的任务他并不想接，找失主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只要是皇帝一声令下就能解决，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，要么是另有隐情，要不是前来寻乐，两者皆非善事。卫青生气地斥责巫妃，但夏高俊非但没有生气，甚至还试图撩妹，都说巫妃是长生不老的仙女或者幽鬼。夏高俊牵起巫妃的手，问她这什么名字，突然巫妃的衣袖滑落，露出了手腕上的印记，巫妃急忙收回手，语气不善地赶他们走。只见她拔出脑后的花，吹了一口气，一股奇妙的力量将两人送到了殿外。巫妃相传是曾经侍奉乌脸娘娘的巫女后代，历代皇帝倾倒于巫妃的奇妙巫术，并将其囚禁于皇宫之中，但是无人能向她发号施令，直到是自己扫了巫妃的兴。于是第二次拜访的时候，她带上了礼物，一笼刚出炉的莲子包子。在美食的诱惑下，巫妃总算松口，愿意听一下夏高俊的委托。这翡翠耳坠是前几天看守在皇宫捡到的，他想问问巫妃知不知道失主，但物品上人气不足，巫妃无法寻人。于是夏高俊又换了一种问法，这物品上是否有幽鬼附着？夏高俊称自己看到过一个穿着红色襦裙的女鬼，左耳上戴着同款耳坠，他想知道这个女鬼的身份，毕竟吃人嘴短。巫妃取下头上的花，对着耳坠吹了一口气，顿时一个身着红衣的女鬼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皮肤青紫，面色狰狞，脖子上还勒着一根带子，此时正在痛苦地挣扎着，因为完全无法交流，巫妃只能吹散了幽魂。他注意到那鬼的手腕上有着3星的印记，可能是先帝在或者先帝的妃子，因为上吊自杀而附到了耳坠上。夏高俊问巫妃有没有解决的办法，传说人死后会前往大海的另一边乐园，但是变成幽鬼就去不了了，只能承受无尽的痛苦。他希望巫妃能够拯救幽鬼。巫妃很疑惑夏高俊一个皇帝为什么会对于一个幽鬼如此费心，夏高俊只回了一句多可怜呐。最后巫妃还是接下了案子，她装扮成宫女出门，正好遇到一个宫女在刁难一个小姑娘，巫妃帮九九赶走了欺负人的宫女。九九见巫妃眼生，一问她是夜明宫里的，吃了一惊。他听说那里没有宫女，又问巫妃是不是年过半百的老婆婆，会不会奇妙巫术，巴拉巴拉。看着巫妃一脸黑线，一言不发，九九还以为这是不能说的秘密，赶紧一脸高深的捂住嘴。他觉得巫妃用词很怪，当今皇妃也不会用这么古老的词语。巫妃去帮九九工作，顺便问了一些关于先帝的事，正巧九九是个爱八卦的姑娘，什么皇太后被软禁了，当今皇上其实是废太子，皇太后当年杀了皇上的生母，还把当时是太子的皇上贬为废太子，软禁了很多年，但皇上没有放弃，暗中积蓄力量，发动了政变，笼络了原本巴结皇太后的官吏和宦官。这真的是一个小宫女可以说的吗？据说皇上的生母非常的美丽，可惜被害死了。巫妃抓住了重点，问九九有没有其他被害死的妃子。九九列举了一大堆，提到了有个妃子上吊自杀。一边的老宫女接话说，那妃子叫班英女，班英女在三妃的宫殿里，三妃又是权贵之女，非常嚣张跋扈。当时已经怀孕的三妃因为食用毒羹去世，经过搜查，在班英女的房间里发现了狼毒，当天晚上班英女就上吊自杀了。巫妃问起班英女有没有戴耳坠，但大家都不知道。巫妃觉得不一定是她杀了三妃，下毒者另有其人，宫里这种事多得很。皇上的生母死得也很蹊跷，表面上把罪责归咎于宫女，处死了事，人的死在皇宫里不过是闲话八卦。九九听说巫妃在调查幽鬼，觉得很恐怖，但巫妃却说幽鬼并不可怕，只是个悲剧而已。说起幽鬼，九九又想起了关于皇上的爷爷炎帝的八卦。炎帝一日去宠幸妃子，整整一夜都亮着灯火，据说是因为到了晚上就会出现前朝皇族的幽鬼。炎帝把前朝的栾家一族灭了门，据说幽鬼有着栾家特有的淫法，不断吟传的诅咒之语，炎帝到死都受其折磨。听到这里，巫妃突然捂着脑袋说要离开，九九送了他2块点心作为回礼。回到寝宫后，巫妃闷闷不乐地吃着点心，鬓边竟然出现了几缕白发。夏高俊把皇太后软禁起来，严密监视。卫青知道皇太后一定不会安于现状，他不明白皇帝当时为什么
没有杀了皇太后。夏高俊表示，他必须要掌握确凿的证据才能定罪，如果随便按一个罪名草草了事，那他就和皇太后没有半点区别了，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夏高俊的生母谢妃是下等官吏之女，在世之时经常受到皇太后的百般欺辱，甚至将她作为舞女当众出丑。年幼的太子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反抗，但谢妃却让他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不久之后，谢妃被宫女下毒身亡，大臣劝慰她，谢妃之所以不抵抗，是为了让太子免受加害。而当夏高俊看到皇太后嘴边的冷笑时，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手笔，所以夏高俊发誓，他要一点点夺走那个女人的筹码，封锁她的退路，并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完美理由将其处刑。吴妃连夜跑到河边洗澡，她解开长发浸泡在水里，不一会儿黑发就变成了满头美丽的银发。而就在吴妃看着头发出神之时，夏高俊恰巧路过此地，吴妃现在扭头跑回了宫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夏高俊并没有戳穿他的意思，不仅送回了他的洗漱用品，还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见。第二天，小宫女九九被叫到了夜明宫，她这才知道宫女寿雪正是大名鼎鼎的吴妃。九九成了夜明宫的侍女，因为吴妃找出当年侍奉班英女的侍女，以挑选侍女的名誉阅览了女官名册，随口找了九九当借口。路上遇到欺负过九九的宫女，九九害怕的躲在了吴妃身后。对方经常会和飞燕关的太监交换书信，据说是受藏书楼里某位宫女所托。吴妃要找的宫女名为苏红巧，如今被发配到浣喜局。然而吴妃和九九刚走进去就遭到了侍卫的袭击，对方明显不是普通的罪人。吴妃召唤出花朵施法，刮起大风，想要趁机拽着九九逃离。然而对方人高马大，超级匕首就要对九九动手。这时一个侍卫突然从屋内冲出，将歹人撞飞。青衣侍卫温简及时赶到解决了其他人，他是卫青派来保护吴妃安全的。不过出手救人那位却并不是温简的手下。九九被刚才的变故吓得瘫软在地，吴妃很抱歉将他卷进了危险中，让他先回夜明宫。但九九坚决不肯，刚才吴妃不顾危险保护了他，所以他要侍奉到吴妃身边。在温简的帮助下，吴妃找到了面容憔悴的苏红巧，只不过他已经被割掉了舌头。吴妃拿出耳环，苏红巧立即激动地比划着纸笔。于是吴妃将人带到了夜明宫。得知消息后，夏高俊也赶了过来。吴妃将尔氏是班英女的所有物的事告诉了他，她因为毒害三妃而被白绫赐死，但其实杀害三妃的真正凶手并非班英女，而是皇太后。三妃因为怀孕被皇太后暗害，之后又命人收买了班英的贴身侍女，将毒藏在了柜子里。苏红巧目睹了这一切，但对方却用她的家人威胁，也只能乖乖听命。而班英女也不是自杀的，而是在蒙受不白之冤后被活活勒死的。之后贴身侍女也被杀，她因为只是一个普通宫女，随便杀害会遭人议论，所以被割了舌头。至于那枚翡翠耳坠，则是班英女非常喜爱之物，据说另一枚在家乡的未婚夫手中。不过有一天，耳坠就被她送人了，将她封口并杀害班英女的太监是如今任职内侍的顾玄，而班英女的未婚夫则是郭浩。第二天，夏高俊带着男装的吴妃和九九来到洪寿院，才发现原来郭浩就是当时在浣衣局出手救人的侍卫。一听夏高俊说起班英女，郭浩立刻激动起来。他之所以冒着被处死的风险潜入后宫，就是想找到班英女的侍女。他认识的小翠是绝对不可能下毒害人的，小翠是班英女的小名，他们自有定亲，情投意合。但班英女被选入宫后，他们就不被允许见面了。入宫前一晚，班英女将自己的耳坠摘下一只送给他，但是在潜入宫时，耳坠就被他弄丢了。吴妃拿出耳坠问他是不是这一只，上面附着班英女的幽魂。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，生前遗憾未了，至今痛苦不堪。郭姐听后掩面痛哭，希望能见见变成幽鬼的小翠。于是吴妃再次用花朵换出了耳坠里班英女的幽鬼。看着面容狰狞的班英女，郭姐想要伸手触碰，奈何爱人只是一道幽魂。这时夏高俊将另一只耳坠交给吴妃，原来在很久之前他就见过班英女。在他10岁的时候，母亲下葬后，暗自伤心的他在后宫遇到了班英女。他问班英女耳坠之事，她说另一枚给了心爱之人，带着剩下的这枚就能感受到对方。但当时的夏高俊却因为嫉妒他人珍视之人还活着的事，向他索要了耳坠。班英女面带微笑的将耳坠送给了他，不是因为他是太子，只是为了安慰哭泣的孩子。之后夏高俊就后悔了，一直想将耳坠还给他，但却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吴妃将2枚耳坠都还给郭浩，或许是爱的力量。在郭浩接过2枚耳坠的同时，班英女的幽魂突然光芒大放，褪去怨恨，成了小翠的模样。他摸了摸郭浩的脸，流着泪对他说了些什么，然后就笑着化作了青烟。见到未婚夫成为了他的救赎，班英女终于解脱去了极乐世界。最后夏高俊并没有治郭浩私闯后宫的罪，而郭浩作为回报，将他潜入后宫，将藏书楼听到有人密谋毒害皇帝的事说了出来。吴妃突然想起欺负九九的那名侍女，就是特地从藏书楼到飞燕宫和太监通书信的，对方是受一个名官找他宫女所托，听说事成之后会提拔她做侍女，而那个宫女的名字叫做辛氏。辛氏曾是皇太后的侍女，这件事肯定不简单。夏高俊下令详查飞燕关，果然查出这是顾玄和辛氏在密谋毒杀皇帝。顾玄也将自己奉皇太后之命暗害三妃和
班义女的事招供。如今证据确凿，夏高俊终于有正当理由将皇太后处刑。晚上，夏高俊又来到吴妃宫里，给他带了果干当谢礼。吴妃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放过自己。夏高俊表示，揭露此事对他没有好处。当然，如果吴妃想要杀他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毕竟杀死栾家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。但要说恨的话，吴妃其实更恨自己，因为他看着母亲遇害却躲了起来，是他对自己的母亲见死不救。夏高俊将一枚鱼形信物交给吴妃，和吴妃约定不杀他，因为他也一样对自己的母亲见死不救。谢妃为了保护他受了很多屈辱，但他却不理解母亲的用心良苦。任何事都不该成为夺人性命的正当理由，因为只会徒留无法拯救任何人的悔恨。他不过是渴望杀死皇太后来作为抚慰自己的借口。夏高俊问吴妃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妃子，在湖边看到吴妃的时候，他就惊呆了。他从未看过如此美貌之人。夏高俊渐渐靠近吴妃，然后一头栽在榻上睡着了。他忙于国事，已经好久没有好好休息了。吴妃施法让夏高俊做了个好梦，两人的缘分就这么开始了。吴妃小的时候因为家族被灭门而成了奴隶，每天的大户人家做着繁重的工作，直到某天晚上，一支金箭射进了这户人家的屋顶。第二天就有人恭恭敬敬地接走了她。小姑娘被接到了夜明宫，而来迎接她的正是前任吴妃。从此以后，她就作为下一任吴妃生活在了这里。某天早上，后宫的二智妃云花娘来到夜明宫找吴妃有事相谈。皇上还没有立后，花娘就是后宫里地位最高的妃子。最近皇上经常拜访夜明宫，是不是有咒杀之事委托于吴妃？因为皇上处决了皇太后，就有人认为是吴妃的咒杀。当然无需吴妃出手，皇帝想杀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但后宫之中难免有嫉妒之人乱传谣，因为皇上不常去后宫，反而总是踏足吴妃的夜明宫。吴妃解释那并非事情，但花娘毕竟有协理后宫之权，有必要来此探查虚实。见到吴妃之后，她也就安心了。至于委托的事，花娘表示晚上再谈，因为她腰间挂着的花笛，大家都叫她花娘娘。花笛是为了纪念逝去之人而悬挂在屋檐下的物品，据说在冬季结束后挂上，死者就会随着春风来吹响花笛。没人知道花娘为什么会将花笛挂在身上。花娘是当朝宰相之女，比皇帝年长3岁，两人是青梅竹马，情谊深厚。辅佐皇帝的官吏淡海搭着海上的顺风车从利州回到皇宫，搬东西的时候，身边的宫女眼中突然闪过诡异的红光。翡翠耳坠事件后，苏红俏就留在了夜明宫做事。吴妃半夜出门喝水，她还在厨房里忙碌。九九着急地寻过来，吴妃想要喝水就让她去倒就好了，哪有娘娘自己动手的？这个时候，皇上夏高俊来访，他听说了花娘白天来找过吴妃。吴妃生气地怪皇帝，都是因为他老来自己宫里，才会生出这么多麻烦事。正准备把人赶走的时候，花娘就来了。于是三人坐下来一起商谈。花娘将腰间的花笛递给吴妃，这支笛子是为了某个人制作的，但是却从未发出过声响，因为那个人从未回到过她身边。吴妃问花娘那个人是谁，花娘回答是她曾经的恋人。吴妃默默看了夏高俊一眼，总觉得他头上有点绿。花娘的恋人名为欧玄友，在3年前去世了。她一直等待恋人的灵魂归来，但是对方却从未来到她的身边。她想委托吴妃让花笛发出声响，吴妃表示她会试着召唤欧玄友的灵魂，以前往极乐世界的灵魂她只能召唤1次。吴妃写下欧玄友的字，将其和花笛放在一起，然后摘下头饰施法，但却并没有灵魂被召唤出来，这就表示对方的魂魄并不在极乐世界。若非欧玄友还活着，就是因为某种原因，灵魂处于不受召唤的状态。3年前，欧玄友曾赴任利州官吏，当地发生暴动，他也因此丧命。当时该地盛行一种名为月信教的信仰，众人推崇一名名为月下翁的老人为活神仙，据说他能够知晓过去，预知未来。也有传闻说他是巫术师。吴妃想要知道关于月下翁的详细情报，淡海突然出现在窗外，他是皇帝的耳朵，负责在外收集情报。正巧他这次从利州回来，同行的海商应该能提供一些线索。吴妃带着九九来到花娘的鸳鸯宫，这里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草。侍女将花送给吴妃，两人头上各戴了一朵，正巧海商送来贡品，花娘邀吴妃一起赏玩。吴妃这次来是想问关于欧玄友的事，花娘回忆欧玄友，他就像温水一样，既温暖又温和，为人热情，但不会过于热心而烫伤他人。不过温水那适中的温度只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很快就离开了。花娘害怕恋人的灵魂迷失在了利州，花娘转移话题谈起了皇上，她问吴妃觉得皇上怎么样。自从皇上见到吴妃之后就变了，吴妃看不透皇上，觉得他像冬天，阳光很温暖，但阴影下却又暗藏着什么。花娘谈起皇上年幼时也是个感情充沛的人，但自从他的母妃和丁兰去世后就变得冷漠了。花娘的花笛就是皇上做的，是当时侍奉皇上的宦官丁兰亲自教授。皇上很仰慕丁兰，但对方最后却惨死了。花娘提醒吴妃不要在皇上面前提起这个名字。很快淡海带来了消息，月下翁已经死了，他被判了100大板和流放之罪。不过在打完100大板之前他就毙命了。该人的能力就是寻
常的寻找失物和幻化法术。不过也有人说月下翁不止一人，有人有时就像换了一个人，好似被神灵附体。也有传闻说月下翁是前朝贵族，吴非本来已经睡下，突然被鸳鸯宫的工人叫醒，请他快到鸳鸯宫。前几天商人进贡给皇上的一份贡品失踪了，要是找不到，他们都会被问责。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位宫女，对方最近很不对劲，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吴非让人带她到宫女的住处，捡起宫女的头发绑在木偶上，吹了一口气，木偶就变成了一只乌鸦飞了出去。吴非跟着乌鸦追到林中，发现乌鸦落在了一名抱着瓶子的宫女肩头，对方确实是失踪的宫女，但又不完全是，她被人附身了，而附身的人自称自己为栾冰月，没错，他就是吴非的同姓族人，而且是一名巫术师。被抓之后人头落地，但魂魄不散，他将死在他乡迷失方向的灵魂收集起来封在湖中，欧玄友的灵魂也在其中。栾冰也答应把欧玄友的灵魂给吴非，但相对的，吴非要接受他的委托。为此，栾冰月用附身宫女的性命威胁。危机时刻，温莹出手打飞栾冰月手里的刀，吴非趁机破除湖火的封印，将灵魂放出。欧玄友的灵魂化为一把木梳被吴非收起，宫女也失去了意识，昏迷不醒。吴非一扭头，却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白发红眼的男人，这就是栾冰月的真实面容。问他为何甘愿被囚禁的后宫，只要他愿意，并能得到一切。似乎只有他才能看到栾冰月。温莹并没有察觉到异常。回到鸳鸯宫，吴非把欧玄友的灵魂交给花娘，他的灵魂和人一样温暖却短暂，只停留了一瞬就化作光点消散。光点温柔地拂过花娘的脸颊和花笛，沉寂了3年的花笛第一次发出了声响。他会在下一个春季再一次回到恋人身边。花娘和皇上之间并无爱情，恋人去世，花娘就得改嫁他人，她不愿意改嫁，夏高俊就让她来了后宫。为表感谢，花娘给吴非送来一套衣裙，让他去鸳鸯宫做客。吴非很犹豫，因为吴非不应该和其他妃子过于亲近，他曾经是一具空壳，填满他内心的人是前代吴非。前代吴非接受了失去母亲又被拐卖的他，教他读书写字和法术。他曾和前代约定，不与委托之人产生任何情感交集，不然他就会因为情感动摇而导致判断失误。夏高俊就觉得吴非是个温柔无比的人，他送给了吴非一对簪子后就被赶了出去。夜明宫并非他该来之处，吴非和皇帝不和。这天，吴非的窗前停了一只亲人的云雀，不过它并非活着的鸟，而是错过前往极乐世界的云雀幽鬼。九九觉得这可能是云雀公主养的鸟。云雀公主是某位公主的小名，不过公主因为失足落水已经去世了，云雀无法前往公主身边，所以仍在世上徘徊。如果要将云雀送往极乐，就必须断其遗憾。于是吴非便换装来到云雀公主曾经的寝殿，这里已经破败不堪了，屋子里到处都是老鼠。公主的母亲只是个宫女，所以处处都被刁难。吴非又来到公主去世的河边，这里并没有幽鬼的气息，说明公主已经前往极乐了。河边有人放了一束鲜花，明显有人在祭奠公主。吴非找到一群正在晾晒床单的宫女，询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谁和云雀公主亲近。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，他们也只是知道一些传闻，听说过世的介妃，也就是皇上的母妃，曾经关照过公主。帮忙跑腿的宫女叫杨十娘，是如今贺妃的侍女。吴非准备去见杨十娘，不过被宫女们拦下了。这会儿贺妃应该在挑选布料，肯定忙翻了，不知道一天能不能挑完。吴非疑惑，就是挑个布料怎么这么费劲儿？贺妃家世显赫，慷慨仁厚，没挑中的布料都会发给侍女，这让其他宫里的侍女都很羡慕。有的主子慷慨，但有的就不是了，不是的就只能落空。吴非想起自己似乎从来没送过九九东西，吴非出行总是不让九九陪在身边，有什么事也不让他去做。九九觉得自己这个侍女没用，吴非并不需要他。吴非觉得亏欠九九，于是把皇上送他的簪子转送给了九九。没想到九九非但不高兴，反而生气的跑走了，搞得吴非一头雾水。九九跑去找好朋友伊斯哈吐槽，说吴非一点没有做妃子的直觉，什么事都自己干。伊斯哈觉得他和吴非的感情很好，因为九九每次来都在和他说吴非的事。吴非苦恼的削着木雕，不知道该怎么让九九开心。果然还是应该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，才是对他最好的安排。正巧夏高俊进来了，拿起吴非的木雕，问他要雕什么。吴非说要能够飞越海洋的鸟，夏高俊就主动帮他削起了枯叶。很快一个飞鸟的模型就在他手中成型。夏高俊主动谈起了侍奉他的宦官丁兰。吴非想起花娘的忠告，于是没有多说，只问他来此何事。夏高俊送了吴非一袋纸泡糖。吴非问夏高俊会不会送东西给卫青，夏高俊曾送卫青刀剑，而卫青也很高兴地收下了。听到这里，吴非更苦恼了，他和夏高俊说起了九九的事。夏高俊告诉他，赏赐侍女并非全是奖赏之举，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误会而得罪他人。吴非待人处事经验不多，也不了解人情世故，他还有些生吴非的气，哪有把别人的礼物送人的。他问吴非琥珀之玉还在不在，那是丁兰亲手做的，也是他和吴非约定不杀的信物，唯独这样东西他必须好好保存。说着，夏
高俊就离开了。下次来的时候，他会完成那只鸟，并告诉乌妃，想赏赐侍女又不让对方生气，可以赏赐一些食物，就像他经常对乌妃做的那样。夏高俊叫来了祭祀乌脸娘娘的神官，询问关于乌妃的事，以及若乌妃愿意便可得到一切，和乌妃与皇上不和又是什么意思。神官只说自己不知道，让他去询问乌妃。而且夏高俊最近的脸色可是不太好。很快，乌妃在河边等到了杨师娘，果然就是她在给公主献花。杨师娘嗓子不好，每到换季就会咳嗽不止。乌妃叫来了云雀的幽鬼，这果然就是云雀公主养的鸟。他问杨师娘询问关于公主的事，却没想到对方说自己让公主在孤独中死去的。公主从小体弱卧病在床，但传唤太医需要皇太后的许可，太后不允许，公主就一直得不到医治。公主健康时会在院子里种植蔬菜和花卉，公主对她很好，在她刚入宫想念家人的时候安慰她，但她却和公主起了争执，赌气离开了。第二天，云雀来到她身边不断鸣叫，但是她却因为羞愧并没有去见公主。在那之后，她就听说了公主去世的消息，她非常后悔没能握住公主的手，告诉公主她就在身边。杨师娘忍不住把云雀当成了公主的化身，恳求乌妃能帮帮那只云雀。不一会儿，夏高俊也到了，他听说了云雀公主的事。公主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卉，而这些花卉都是能入药的，公主自行煎药服用，她熟知药理。而来到河边是为了给杨师娘采集止咳的草药备抹，结果不慎跌落河中。乌妃和夏高俊要了雕好的枯燕，法术顷刻间掀起一阵狂风，木雕变为真正的燕子，带着云雀的幽魂前往极乐世界，并将杨师娘至今思念公主的事传达给公主。乌妃向夏高俊表示感谢，夏高俊对乌妃终于亲近他的事很高兴。他问乌妃和九九和好了没有，并将一只云雀小木雕送给了他。教授他雕刻技术的丁兰是个开朗又稳重的人，丁兰出门娶他最喜欢的葵，却被皇太后暗算惨死。乌妃不与人亲近有她的理由，但是有一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乌妃回到寝宫和九九道歉，她以为送九九东西会让她开心，却没想到做了蠢事。九九非常感动，她知道自己一个侍女不该跟乌妃顶嘴，所以一直很不安，害怕被赶出宫。她不放心乌妃一个人在宫里，也知道乌妃每天都需要染发，但是她和红俏绝不会泄露半点风声，所以希望乌妃在宫里的时候可以尽情放松。乌妃拿出了夏高俊送的糖和两人分享，对她来说难以割舍的事物又增加了。夏高俊晚上睁开眼，两只血淋淋的幽鬼站在他床头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梦到母妃和丁兰了，导致最近睡眠质量都很差。卫青想请乌妃来解决问题，但夏高俊却不让他和乌妃提起此事。乌妃最近养成了习惯，每晚都会等皇帝过来，当然不是为了事情。今天夏高俊如约而至，照例给他带了小零食，这次是为了宫中幽鬼事件而来。花娘所在的宫殿南边有一棵柳树，花开之时会有一只银发幽鬼出现，不知是男是女，直至柳絮飘落才会消失。听到这里，乌妃不由得想起了之前来搞事的栾冰月。栾冰月是栾朝皇孙，是个身为王族却从不问政事，反而巫术超群的奇人，还是巫术师风一行的养子。夏高俊也在调查此事，作为交换，他拜托乌妃查明柳下幽鬼一事。乌妃突然提起夜游神，传闻是夜游神会在晚上出现掳走人类，夜游神厌恶灯光，所以后宫和花街才会在夜里点亮灯火，但室内却不常点灯。卫青突然接过话题，是刻意不让人看清面容，浓妆艳抹和脸上的皱纹要是暴露在灯光下，就会扫了客人的风情。他有些生气乌妃拿这种事和皇帝开玩笑，但是夜游神会混进人群中这一点，乌妃没有开玩笑。夏高俊相信他，因为乌妃从不开玩笑。夏高俊在回去的路上虚脱，差点摔倒，还好有卫青扶着。他最近因为幽鬼夜夜难眠，又坚信母亲和丁兰不会害他。卫青担心皇帝的身体，于是偷偷去找了乌妃，本打算说幽鬼一事，但一想到皇帝不让他告诉乌妃，到了夜明宫又临时改口，让乌妃纠正自己的言行和态度，在皇帝面前谨言慎行，礼数周到。他是前朝的幸存者，迟早会给别人带来不幸。乌妃一脸莫名其妙，大半夜跑过来就是为了骂他一顿。乌妃觉得卫青脑子有病，两人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。夏高俊还在调查乌妃一事，这时淡海来报，在京师西方传有一个貌似会巫术的男人，卫青主动请求前去调查。最近麻烦事太多，他想要尽早消除隐患。乌妃晚上去了柳树下，果然发现一只银发幽鬼，不过并不是栾冰月，他的腰间还挂着一枚玛瑙吊坠。这个吊坠夏高俊在宁光殿的库房里看见过，只要调查一下记录就知道是谁的东西。乌妃提出要去库房看看，这让夏高俊有些为难，库房只有他和管理的宦臣才能进入。乌妃不在意，只要不说出去就没人知道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以为卫青会照例怼他，结果今天卫青并不在夏高俊身边。对于乌妃进库房一事，夏高俊表示未安排妥当，若乌妃愿意，万事唾手可得，进个库房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夏高俊说出这种话，乌妃就知道当时栾冰月的话还是被温莹听到了。卫青从一个乞丐
的口中打听到了巫术师的花街，前朝很重视巫术师，但炎帝却不知为何驱逐了所有巫术师，肯定有人对此怀恨在心。卫青对花街非常排斥，他并没有听到巫术师的下落，反而在巷子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还有女人追着他叫雀儿。卫青惊恐万分的逃走了。雀儿是他曾经的名字，他的母亲是一名妓女，有着店里第一的美貌，父亲是他的上宾，父亲曾说要给他赎身娶她为妾，结果却无情的抛弃了母亲。绝望的母亲用剃刀割喉自杀，年幼的他只有2条路可走，成为南昌或进宫当宦官。他选择了后者，却因为秀气的长相和雀儿这个名字被变态太监百般凌辱。终于他不堪忍受，在某个夜晚逃跑了。在他最狼狈的时候，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夏高俊，皇帝给了他容身之处，还收他为进士，时至今日都没有就当日之事质问过他。皇帝赐他名字，赐他利刃，他重生成了只为皇帝而活的宦官。但是一听到雀儿这个名字，他还是忍不住回想起那段往事。卫青返回皇帝寝宫，正好遇到丁兰和皇妃幽鬼出现。夏高俊只是让卫青给他泡壶茶，对于卫青没有找到巫术师一事，他并不在意，只要能喝到卫青泡的茶，他就安心了。卫青又去找了巫妃，说出了皇帝寝宫里出现幽鬼一事。幽鬼在这个月频繁出没，虽然尚无危害，但是皇帝却在日渐憔悴。为了皇帝，卫青不惜向自己看不惯的巫妃低头请求。第二天，巫妃她前往宁光殿，却在途中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仓管御医带巫妃进入仓库，仓库的正中挂着一幅巨型地图。巫妃看到之后，突然一阵眩晕。御医找出了幽鬼身上的玉佩，是栾氏王朝末代皇帝二女明珠公主的遗物。当年禁军攻入皇宫，24岁的公主在柳树下举刀自尽，当时自尽的刀刃也被保留了下来。巫妃有些奇怪，公主24都未曾出嫁，一直留在后宫嘛？御医还给巫妃看了画着栾氏皇族最美6人的画像，其中就有明珠公主。不过她头上的琉璃梳却不知去向，而明珠公主的旁边就是栾冰月，她的容貌被誉为王朝之最。不过因为远离朝政，并没有留下太多记录。巫妃从宁光殿出来已经是晚上了，飞燕宫工作的小宦官乱跑，被淡海用夜游神吓唬。当然，他只是觉得这是个谣言，毕竟不吓唬一下小孩子就不会乖乖听话。巫妃小时候，母亲一个他讲过夜游神的故事，正想着出神，结果一头撞上了皇帝。巫妃将明珠公主的事告诉了夏高俊，不过夏高俊关心的却是夜明宫内为什么不能种植花草。巫妃说是乌脸娘娘不喜欢，只喜欢她做的牡丹。听说夜明宫曾经是祭祀乌脸娘娘的寺庙。巫妃不回答，转而问起夏高俊脸色不好，是不是寝宫出现了幽鬼？他只说是因为自己闻到了怪味，并没有出卖卫青。只可惜撒谎技术并不怎么好，夏高俊并没有让巫妃帮忙解决的打算。将巫妃送到寝宫后，就去新屋殿找祭祀巫妃的东官薛于勇。他在一份书卷里找到了关于巫妃的记录，想要知道负责记录的宦官白烟的事，但是他查过记录，前朝的官员里并没有这个人。薛于勇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此在意巫妃，他觉得巫妃很孤独，身边仅有一只鸟类作伴。巫妃的住处并不祭祀乌脸娘娘，如果她真的是巫女，又何以嫔妃的身份留在后宫？而对于巫妃之事，薛于勇却是3缄其口。夏高俊又问回一开始的问题，白烟究竟是谁？白烟是常尾鸭的别称，乃东官之意，历代东官皆为白烟。记录书卷的人乃前朝初代东官员，他们传承真实的历史，也就是乌脸娘娘的起源。不知道薛于勇和夏高俊说了什么。之后夏高俊找到巫妃，要求查看双通典。历代皇帝继承的双通典上有别册，而其中记载着巫妃的真实起源，负责保管别册的就是历代巫妃。薛于勇说这事乃天命所趋，他的姓氏为夏，巫妃名字里有东。巫妃问为什么想方设法查明此事，听说皇帝说自己可怜，巫妃气得用茶汤泼他。巫妃拿出别册一扬，给夏高俊展现了一段全息投影，自西方幽宫起飞8000夜，乌脸娘娘发现此座长着松社的小岛，娘娘停在枝头，挑选2位人民，一人为夏之王，一人为东之王。夏之王为男主政，东之王为女主祭祀。夏之王由其子嗣中的男性继承，东之王则依据神谕从年幼的少女中挑选。东之王抱有乌脸娘娘之意，传达娘娘之言。500年，国家在男女双王的统治下度过和平盛世，直到夏之王松因爱杀了东之王睢，国家便陷入了双王之战。夏之王已换数代，东之王却迟迟不出现。乌脸娘娘沉默了，国家荒废，民不聊生。而就在这时，出现了一支地方势力，以破竹之势突破边关，进攻京师。此人一头银发，被世人称为银将军，这就是栾熙的势力。栾熙的身边伴着一名名为香强的少女，而她就是东之王。栾熙在京畿的引导下救起了身为奴隶的少女香强，在香强的帮助下，28岁的栾熙称王，双王再次相继，新王朝建立。而栾熙也明白了，1000年的战乱全是因为东之王的消失，少了东之王，夏之王就会毁灭。长久以来，乌脸娘娘沉默不语，就是对首任东之王之事夏之王的惩罚。栾熙不知是害怕双王战火再起，还是想要独揽大权，他并没有让香强称王，而是在后宫建立一座宫殿，幽禁香强，让其远离神官一职，册封为巫妃，以嫔妃的身份留在后宫，但却无需侍寝。因为1000年前的祸乱，就是因为夏之王
王的爱慕。襄强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因为他爱慕着栾熙，他将乌脸娘娘禁闭在夜明宫，自己的成了看守之人。栾熙隐去双王之名，撰写了新的史书，而白岩改写了乌妃的起源，将其描述为巫女，这就是一切的真相。夏高君的祖父从栾氏手里夺得皇权，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是因为没有废除乌妃，但乌妃们就真的甘愿被废除王之名幽禁在此处吗？夏高君觉得乌妃没有意义这么做，但是挑选乌妃的是乌脸娘娘，在她母亲被杀的那晚是个无月之夜，只有在无月的黑夜，乌脸娘娘才会离开夜明宫，以夜游神的身份到处徘徊。她就在那一晚被乌脸娘娘选中，乌脸娘娘被幽闭在此处，东之王也无法离开。乌脸娘娘掌握着乌妃的性命，一旦她离开宫城就会死，怀抱着东之王的尊严，守着这个秘密，为了不引起灾厄而持续保持沉默，幽静在夜明宫抛开欲求，不与他人交心。尽管如此，夏高君还觉得她可怜吗？乌妃情绪失控，气得摔碎了杯子，舅舅赶紧去捡碎片，而就在这时，他居然被栾冰月附身了，举着刀对着自己的脖子威胁乌妃。乌妃一眼就认出来是老熟人栾冰月，他以为栾冰月是为了复兴栾氏王朝，然而对方开口却只是希望乌妃出手救人，碎瓷片不小心划伤了九九的脖子，乌妃当场失控，光靠蛮力就将栾冰月驱逐出九九体内，当场就要送他上西天。夏高君拦下乌妃，让他别激动，所幸九九没有什么大碍。乌妃冷静下来之后，也知道栾冰月想要救的人是谁，无外乎留下幽鬼明珠公主。没错，栾冰月爱上了自己的小姑，皇室之人不得通婚。为了和明珠公主在一起，栾冰月本打算成为巫师风一行的养子，舍弃姓氏，脱离皇室。他离开皇极之事本来已经得到皇帝同意，而就在两人婚期将近之时，栾氏王朝覆灭了。他被炎帝斩首后，成为幽鬼徘徊世间，来到后宫寻找公主的遗骸，但是一无所获，只在柳树下找到了公主的幽鬼，但不知为何公主听不到也看不到，有更重要的是让他执念不散。栾冰月也不能将他送往极乐。风一行为了躲避追杀而不知去向，他好几次附身巫术师，却都无法唤醒公主。等再回到后宫，得知乌妃换代，而且还是栾氏后人，他本以为能顺利和乌妃交涉，结果却用错了法子，毕竟都是一族之人。乌妃决定出手相助，他问栾冰月知不知道公主头上的琉璃书，原来那梳子就是栾冰月送给公主的定情信物。他来访后宫时总是和公主在柳树下相会，亦是在柳树下求婚。作为定情信物的梳子如此重要，公主应该随身佩戴才是，但是公主逝去时却并未佩戴琉璃书，说明公主死后并不希望梳子留在自己的遗骸上，或者说她不希望梳子被下世之人夺走。乌妃推断当时的公主被禁军追捕，应该没有时间藏匿，最大可能应该是会就地掩埋。果然他们在柳树下挖出了一把琉璃书，公主在被埋起来的琉璃书虽不愿意离开此地，也无法听到栾冰月的呼唤。之后乌妃在梳子上施法，果然让公主恢复了神智，公主变回了生前美丽的样子，和栾冰月相拥着前往极乐。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夏高君提议将梳子埋进两人的墓中，不过他作为夏氏王朝的后裔，还是不要经手比较好。当晚乌妃心事重重，经过一番思考后，偷偷跑出了夜明宫，迷晕侍卫闯入了皇帝寝宫，房间里果然有着谢妃和丁兰的幽鬼。乌妃二话不说掏出蔷薇画卷，不顾夏高君阻挠朝两人射去。夏高君大惊之下，箭却并未射中两人，而是钉穿了门后突然出现的怪物。原来谢妃和丁兰的幽鬼突然出现是为了保护皇帝，幽鬼是1个月前出现的，而那时夏高君刚出走皇太后。乌妃之前在皇帝寝宫附近闻到了野兽的味道，这是使用野兽所施的诅咒。皇太后死前设下诅咒要害死皇帝，而谢妃的丁兰在危险之际挡在门前，阻止诅咒进入寝宫。诅咒被乌妃破除，两人的幽鬼也随之消失。夏高君问乌妃为什么帮助自己，他不怨恨自己吗？乌妃气的并非夏高君，而是过去的夏之王和东之王。若他对夏高君见死不救，良心也会不安。之后夏高君国事繁忙，很久都没去夜明宫。乌妃受花娘邀请去他宫里喝茶，还带上了夏高君送他的发簪。自从夏高君来到夜明宫之后，他就变得有些奇怪，身边多了九九温银和红巧，还能去和宫妃喝茶话家常，不像前代乌妃接受乌妃的命运，不求任何事，不与任何人交集，独自在夜明宫里度过了一生。而每当夏高君呼唤他的名字，他总觉得静不下心来。乌妃去花娘宫里赴约，被各式各样的小点心俘获。皇帝最近在制定新的律法，没有时间去夜明宫，特意托花娘转告乌妃。花娘的妹妹和乌妃年纪相仿，想和乌妃以姐妹相称。回到夜明宫的路上，正好遇上夏高君前来拜访。他这些日子废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律法，其中包括对栾氏一族的追杀令。乌妃是成王的关键，那王朝就不能失去乌妃。如今已无追捕乌妃之法，也无斩杀乌妃之令，乌妃就不用畏惧了。夏高君又拿出2只小鱼和乌妃起誓，这是夏之王和东之王之间的约定。其一就是之前说过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绝不杀乌妃。其二，乌妃不愿意恢复东之王的身份，只打算以乌妃的名义在宫中养老。但他们单独相处时，夏高君愿尊称乌妃为东之王，并且对至今为止的乌妃献上最高的敬意。而其三就是他想和乌妃成为好朋友，这是他对自己立的誓约。两人都是第一次交朋友，朋友之间会做些什么？夏高君想了想，大概会一起喝茶吧。
两人一起喝了一杯味精泡的茶。于是乌飞拥有了他的第一个朋友。深夜，一名蒙着头纱的女子前来访问叶明宫，请求乌飞施展返魂术，让某人死而复生。得知乌飞只能召回魂魄一次后，女子突然情绪崩溃，掩面跑走了，只有头纱留在原地。头纱上残留着香肤香的香气，是为了思念某人而焚的熏香。这时，飞燕宫的宦官伊斯哈来访，表示自己有事相告。他是久久的好友，今年春天才入的宫。乌飞察觉到伊哈斯腿上有伤，于是把人叫到店里服药疗伤。伊哈斯是异族，住在南方的海边，靠捕鱼无法养活家人，很多小孩子都入宫当了宦官。他因为不懂得遣词用句，经常受到师傅杖刑责罚。这次来是为了飞燕宫的一个幽鬼，对方年纪和他相仿，总是站着不动，一直说着对不起。那个幽鬼只有他能看到，他告诉了师傅，结果却被重罚了一顿。那个孩子是他的族人，所以他想帮上忙。第二天，乌飞来到飞燕宫见了燕夫人，以欣赏燕子花为由来到庭院，果然在桥上发现了一个拿着青燕羽毛的少年幽鬼，对方的神情看上去非常悲伤。乌飞认为伊哈斯的师傅或许知道什么，毕竟伊哈斯只看到幽鬼就被重罚。乌飞来到后院，却正巧遇到伊斯哈又被重罚。乌飞心疼伊斯哈，但他的师傅康兰只说这是他管教宦官的方式。乌飞表明身份，问他是不是有宦官死在飞燕宫，丧命的宦官变成幽鬼徘徊，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康兰脸色惊慌，满头大汗，扛不住乌飞的威压，只好如实道来。原来那名宦官被嫔妃有非分之想，因为年纪还小，并未做出逾越之举。后来那名宦官就死了，具体原因他也不知。他责罚伊斯哈也是怕幽鬼的传闻被燕夫人听见。乌飞警告了康兰一番后，让魏婴告诉皇帝来一趟叶明宫。康兰被乌飞吓得久久不能回神，他分明看到了乌飞的眼里有怪物。乌飞找到夏高俊是为了得知那名宦官的身份，染指嫔妃，他很可能是被先帝处刑的。他对宫里管教宦官的杖刑恶习很不满，那么多大人压制一个孩子。夏高俊赶紧打断他，这种话不要当着魏青的面说。乌飞也知道是自己的失言，连忙道歉。夏高俊还要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嫔妃，于是留下点心后先行告辞。何为与朋友的相处之道，他们都在慢慢摸索。被处刑的宦官名为于伊萨，有一个叫石显的宦官和对方交好，正巧文因认识石显，于是带乌飞将书信交给石显。而石显看到信之后，从盒子里拿出了一根青燕羽毛。伊斯哈因为声称看到了幽鬼，被师傅逐出师门。被逐出师门的宦官会被分配到别的师傅门下，但也会因此遭到嫌弃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于是乌飞让文莹拜托卫青想办法。乌飞和石显约在飞燕宫见面。于伊萨曾是飞燕宫的宦官，有一天他捡到一根青燕的羽毛，于是将它献给了飞燕宫的娘娘，娘娘非常喜欢。之后于伊萨便经常献羽毛给娘娘，但是娘娘却不似一开始那么开心。为了讨娘娘的欢心，他开始布置陷阱捕获鸟类，却没想到中了陷阱的青燕居然死了。后宫善待鸟类，而私自杀害鸟类是死罪。当时魏显提议将鸟类埋葬隐瞒下去，却没想到于伊萨居然将青叶的尸体给娘娘过目。之后于伊萨就被处死。在于伊萨被处死前，魏显一直很害怕，因为他也帮忙制作了陷阱，他害怕于伊萨会供出他，甚至祈祷于伊萨赶紧去死。于伊萨是他的好友，但他却做出了这样的事。事前悔恨不已，但畏惧死亡是人的天性，带着悔恨活下去就是给他的惩罚。于伊萨一直说的对不起，其实是在向青燕道歉。他终于知道了残害生命讨好他人是罪过。乌飞将石显手里的羽毛化作一只飞翔的青燕，带着于伊萨一起前往极乐。于伊萨在离开前仍称石显为朋友。燕夫人很喜欢乌飞，于是托夏高俊给乌飞带了花。关于伊斯哈的处理，夏高俊提议将他调来叶明宫，毕竟也是因为乌飞，伊斯哈才会被逐出师门。当年他让卫青离开师傅来到他身边，也让卫青吃了不少苦。不过卫青一点都不觉得就是了，上代乌飞对他谆谆教诲，都是对他的爱，想必他也能成为灌注爱之人。今天是5月之夜，乌飞特地准备了灯笼，让夏高俊走时带着。魏莹希望乌飞留下伊斯哈，他在入宫前曾是行走江湖卖艺的，因为客人对弹琵琶的少女欲行不轨，他仗义出手打了客人，结果却被重罚成了宦官，辗转来到后宫，成为卫青手下。乌飞心疼宦官，这让温莹大为触动。如果当时他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该有多好。对于宦官而言，乌飞是有德之人。温莹深深跪拜，希望乌飞帮助伊斯哈。就这样，叶明宫又迎来了新人。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乌飞需以自身留住乌脸娘娘。画鸟在夜空飞翔时，乌飞得饱尝拉扯之苦。听着屋内乌飞痛苦的呻吟，久久想要进去帮忙，却被拦下。这是乌飞的宿命，没有人能够干涉。乌脸娘娘在空中飞翔，和一个面色阴柔的男人对上眼。乌飞在那一瞬间坠回床榻。久久闻声冲进夜明宫，帮精疲力尽的乌端水伺候。与此同时，巫术师风云行的弟子萧风月向老师请示潜入后宫，他必须要杀了乌飞。伊斯哈成了夜明宫的一员，和大家热热闹闹的聊着天。伊斯哈的老家在海边，经常能捡到不可思议的东西，海边能捡到各种各样的漂流物。
他的村子位于入海口，不幸落入海里的人们最终都会被海水送回来。村里的长辈说，那是在海上逝去生命的灵魂。姑娘们听得啧啧称奇。新屋庙内，夏高俊找到薛玉勇，问他的数月之夜乌妃会发生什么。他知道乌妃有事瞒着他。薛玉勇奇怪，皇上既然已经知道了乌妃的隐情，为什么还要和他纠缠？夏高俊只说他身为皇帝，有义务了解乌妃。上任乌妃丽娘在交接乌妃之位时，曾告诉过薛玉勇。薛玉勇当时没见过丽娘，而是去世的丽娘在他面前现身。原来丽娘的老家就是他侍奉的主家，他们师出同门，是青梅竹马。丽娘被选为乌妃之后，他就进了东官府。当时若要成为官吏，必须是名门之后，只有东官府愿意接纳庶民。他成为东官之后，开创了平民入关的先例。薛玉勇培养了不少人才，打算退休隐居。在此之前，夏高俊希望他能去见乌妃一面，和他说说关于丽娘的事。深夜，乌妃突然听到有人呼唤她，宫女安慧兰来到夜明宫有事相求。她在水中听到了从前侍奉的主子奚婉玲的声音，她想求乌妃让主子解脱。婉玲是个美丽动人的大家闺秀，琴技高超，笑容宛如芍药，声音如清水般清澈。当时她发誓要让主子成为当今最美的嫔妃。婉玲深受炎帝青睐，被封为君妃，住进了雀巢宫。但婉玲却只是看着手中的香囊频频叹息。她叮嘱婉玲，皇上晚上或许会回来见她，怎么可以唉声叹气？但婉玲却突然大喊，她不想成为嫔妃。不久后，宦官来传召，说皇上今晚会来雀巢宫。他高兴地回去告诉主子，却到处不见婉玲的踪迹。他到处寻找，最后在池塘边发现了婉玲的鞋子。婉玲投河自尽，他也被贬入了浣衣局。每当水珠落入水面时，他就能听到婉玲呼唤他的声音。他想婉玲的灵魂一定在水池边徘徊，透过水和他求救。他请求乌妃救救婉玲。乌妃第二天找来红巧，问他认不认识安慧兰。红巧准确地画出了慧兰的样子，不过他也不清楚慧兰的秉性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，敬而远之。红巧的绘画技术很好，画的人物惟妙惟肖。魏莹调查回来后，乌妃准备去一趟雀巢宫的水池。慧兰正待在水池边，但她面容枯槁，与昨晚判若两人。乌妃问她是否怨恨婉玲死后，她被人贬入浣衣局，在那里生活，想必一定痛苦万分吧。慧兰表示自己只想救婉玲的灵魂去极乐世界。乌妃问慧兰，既然婉玲不想成为嫔妃，那她的愿望是什么？婉玲入宫前曾有贼人入侵了她的闺房，她半夜惊醒后派人抓捕，最后抓到了一位经常来访的书商，书商被就地斩首。所幸这件事也没有传到皇帝耳朵里，婉玲也顺利进宫。慧兰庆幸自己在那晚阻止了书商。乌妃问他婉玲是否喜欢书商，慧兰并不在乎，因为婉玲要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宠的嫔妃，洗礼后宫，为娘家带来荣华富贵。这时慧兰再次听到婉玲的声音。乌妃问她听到声音的时候，她在畏惧什么？婉玲投河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虽然婉玲心有所属，仍下定决心进宫，但是又为什么会选择自尽？慧兰最终还是将真相说了出来。婉玲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香囊，香囊里装的是带着血腥味的泥土，那是书商被斩首时滴落在土里的血。为了让婉玲忘记书商，她将香囊里的土撒在地上践踏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婉玲好。乌妃摇头，慧兰从未真爱过她的主子。慧兰失声痛哭，是她将主子教导成了端庄大方的嫔妃。她对主子鞠躬尽瘁，但婉玲却做出如此不知感恩之举。她知道婉玲是被她逼死的，她害怕婉玲怨恨自己，将自己拉入池底。她恳求乌妃救救自己，但乌妃却说自己无能为力。慧兰朝乌妃走去，但她的双手却从乌妃体内穿过，因为婉玲早已去了极乐世界，变成幽鬼的是慧兰自己。昨晚她已经因为肺病去世了，一直在呼唤她的不是婉玲，而是她自己。她所畏惧的是把婉玲逼上绝路的自己。慧兰惨叫着跌入池中，似乎获得了安宁。乌妃将一只花环扔到了水中，镇住幽魂。消灭慧兰的幽鬼很简单，但是她不想这样做。善与恶的定义不是她能决定的。慧兰的幽魂会慢慢的被池水净化。回到夜明宫后，乌妃收到了夏高俊送来的书信，希望他和薛于勇见上一面。乌妃答应了，还收到了夏高俊的不少礼。他刚准备起身，突然胸口一疼，跪倒在地。池边设下的花环被破坏，慧兰的幽魂跑出来了。而破坏这一切的人正是风萧月。男人从江湖人手里买下了一副布面具，只要戴上面具，就能看到其中隐藏着的幽鬼。乐师弹奏起琵琶，幽鬼便如同活过来一样朝男人扑来。男人被吓得惊叫连连，之后就发起了高烧，卧床了好几天。大臣将这件事禀告给了夏高俊，夏高俊让他把面具借来，他想拿给乌妃看看。云宰相
上前来拜见。而这飞花娘是他的孙女，皇上最近痴迷吴妃一事人尽皆知。云宰相提起了飞燕宫宦官被吴妃诅咒一事，希望皇帝能够远离吴妃。如果皇帝不满意现在的嫔妃，他家里还有正值青春年华的孙女儿夏高俊拒绝了他。吴妃去东官府见了薛于勇，吴妃的身边本不该有宦官和嫔妃，而东宫也本不应该和吴妃见面，两个人都没有遵守规矩。吴妃和丽娘非常相似，这让薛于勇很是怀念。吴妃弹起了丽娘非常珍爱的熏香香肤香，而那正是薛于勇所赠之物。丽娘以灵魂形态和他相见的那晚，他也闻到了同样的香气。两人交谈之时，夏高俊到访，吴妃对他堂堂一个皇帝总跟着他们屁股后面的行为表示不解，他难道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吗？结果夏高俊还真说没有。吴妃让他去找花娘，夏高俊只说了一句花娘是云宰相的孙女。吴妃临走之前问卫青，皇上为什么显得这么没精神？而另一边，成功后入后宫的风萧月用美貌蛊惑了一名宫女，如今在雀妃的手下做事。夏高俊把布面具带给吴妃查看，这是乐师所用之物，从眼睛的洞口看去，就能看到一名男子的幽鬼，生前应该是宫廷乐师。夏高俊以为吴妃会感兴趣，但吴妃表示宫里的幽鬼就够多了，谁还有心思管别的？夏高俊要收起来，吴妃又不让了，问他知不知道幽鬼的真实身份。听说幽鬼会在听到音乐之后回头，但是在夏高俊戴上面具之后叫来乐师演奏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面具似乎是宴席上名为赤雀的旅游艺人所用，两者之间或许有联系。吴妃让卫青把温莹找来，他在入宫之前就是赤雀的艺人。卫青有些惊讶，宦官从不轻易提起自己的身世，看来吴妃深受他们的信任。温莹告诉吴妃，赤雀乐师弹奏的琵琶是从异国传来的五弦琵琶，虽然赤雀已经离开了京城，但恰好宁光阁里收藏着五弦琵琶。夏高俊表示准备好就通知他。温莹似乎有些在意赤雀的情况，伊斯哈来向他道谢，多亏了温莹的谏言，他才能留在这里。正巧皇帝赏赐了李子过来，于是大家一起分李子吃。久久提到伊斯哈之前的师傅突然重病，据说是因为在乌妃眼里看到了怪物。淡海过来让乌妃前往敖之殿，乐师左丘正在这五弦琵琶等候。琵琶声响起后，布面具里的幽鬼果然回头朝他扑来，顺着眼睛的方向想要往外爬。而这个幽鬼左丘居然认识，他名为祈福世华，是为了琵琶而生的人。他擅长弹奏五弦琵琶，无人能弹奏得像他一样美妙的音色。但是他行为孤僻，不与人交谈，渐渐的就不再被邀请出席宴会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仍旧不断磨练琴技，乐音不分昼夜响彻整个乐坊。左丘好奇的前去查看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惊呆了。世华的身体非常衰弱，满手都是血，却仍旧不停地用指甲拨着琴弦。左丘抢走了琵琶，将他关在了房间里。他不断拍着房门，大喊着还我琵琶。第二天左丘再去查看，他已经上吊自尽了。吊唁结束后，琵琶开始发出声音，想必世华的灵魂并未离开，仍旧徘徊在这世上。左丘收掉了那把琵琶，只要没有琵琶，灵魂就会放弃执着。琵琶收尽之后，声音也停了下来。后来世华的大儿子来收拾遗物，却发现他的灵魂附在了面具上。左丘非常后悔，他不应该抢走琵琶，是他嫉妒世华的才能。抢走琵琶后，只觉得出了一口恶气。吴妃安慰他，世华如此执着琵琶，就算左丘不阻止，他也会活着化作鬼。吴妃将布面具放在桌子上，让左丘继续弹奏琵琶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停手。随着琵琶声的响起，狰狞的幽鬼从面具中爬出，咆哮着直冲左丘而去。左丘害怕至极，却不敢停下双手。而当幽鬼的双手碰到琵琶的瞬间，脸色突然变得非常祥和，似乎是完成了某种心愿一样，化作漫天花瓣后收入了琵琶中。之后吴妃将琵琶和面具一起烧掉，这样世华就能进入极乐世界了。左丘跪在地上失声痛哭，吴妃有些伤感，他能为幽鬼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夏高俊觉得吴妃比起开始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他拯救幽鬼，而有人因此而得救，他所救的人比自己想象中的多。吴妃有些动容，夏高俊让卫青送他回宫。路上吴妃再次问起卫青，皇帝最近是否有些疲惫，就连他都极少看到夏高俊那样。皇帝的烦心事不外乎于外戚干政，云宰相在夏高俊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亲信，纳花娘为妃却不能让他怀上孩子，只有下任皇帝没有云家血脉，才能避免外戚之祸。将吴妃送到夜明宫，卫青把淡海和温莹叫做谈话。温莹担心吴妃想要尽快回去，卫青警告他别忘了他的任务是监视吴妃，他不是吴妃的宦官，而是皇帝的。突然淡海大喊一声，他闻到了浓郁的血腥味，三个人朝着血腥味的方向跑去。一棵被拦腰截断的古树下，正躺着一具死状凄惨的女尸。皇宫中居然出现了被野兽咬死的宫女，听说死亡的宫女是雀巢宫的。吴妃不由得想起那位带着香肤香头纱深夜来访的宫女。温莹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，宫女死状极其凄惨，虽然死因是被咬断喉咙而死，但齿痕却不是狼或者老虎等野兽的，而是人造成的。皇帝夏高俊正在和东官薛于勇下棋等待吴妃。夏高俊问前代吴妃是什么时候被选为吴妃的，薛于勇说是14岁，这对于吴妃来说似乎有些晚了。这一任吴妃在6岁的时候就被选中了。
薛玉勇说这全靠乌里娘娘的期望，他也无法预测。丽娘继承乌妃之位时是22岁，而这代乌妃是16岁，两个人皆为8年之后。选中下一任乌妃的8年后，当代乌妃便会死亡，这就是乌妃的宿命。夏高俊想知道乌妃就没有办法摆脱枷锁，重获自由吗？这时乌妃到了，他很喜欢听薛玉勇讲关于丽娘的事。薛玉勇很快就辞官隐退，去投奔他的行商弟弟。乌妃和夏高俊下了一盘棋，被杀得片甲不留。夏高俊熟练地掏出零食安抚，一点帝王架子没有的坐在廊下和乌妃分享零食。小时候的他们经常和母亲这样享用点心，可惜再也没有这么悠闲的时光了。夏高俊伸手抹掉了乌妃嘴角的残渣，乌妃也回到了正题，问他知不知道那个被野兽咬死的宫女。那宫女是雀巢宫的宫女徐成，乌妃打算焚烧私语送她一程。夏高俊对这事不了解，但是提起香附香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雀妃经常会用这种香薰衣。雀妃自从兄长落马去世之后就一直病着，如今也没有好转，夏高俊都想把她送回爹娘身边调养了。见乌妃没有带着他送的挂坠，夏高俊有些失落，还是乌妃解释害怕弄丢才让他放心的离开。薛玉勇告诫乌妃，同情并非爱，他不应该和陛下太过亲近，痛苦伴随着期望而生，如果被痛苦吞噬，怪物就会在他体内滋生。乌妃没有放在心上，他让温莹找机会潜入雀巢宫内探查。夏高俊虽然想让雀妃回到父母身边，但是他却不能这么做。雀妃入宫是为了牵制云家的势力，连自己的嫔妃都无法回到家乡，又何谈乌妃自由？乌妃回宫的时候，淡海王正在教伊斯哈下棋，他让九九准备好笔墨，再用来平调死者是私语上写去死去宫女的名字，随后用法术将丝羽毛变成一只飞鸟。死去的宫女如果没有变成幽鬼，灵魂就会被引渡到海的另一端。乌妃又让九九拿出了宫女之前落下的薄纱，上面还残留着香附香的气味。薄纱非常贵重，不像是宫女佩戴之物，而且对方进出夜明宫之时也没有对乌妃行礼。乌妃推测那晚来找她的应该不是宫女，而是雀妃本人。正巧这时温莹回来了，打听到最近1个月雀妃都卧病在床，只有几位侍女伺候，而且对一名宦官非常宠幸。而根据宫女们记忆所画出的人像，正是风萧月。自她进宫以来，雀夫就不再和他人亲近，房间经常传来哭泣和悲鸣的声音。乌妃自从听到风萧月的名字后，就开始心神不宁。温莹要去调查雀妃和风萧月，乌妃嘱咐她不要过度追究，日落前必须回来。之后拒绝了九九侍奉自己躲了起来，他知道那个人是来杀他的，这让九九很郁闷。乌妃的性格就像猫一样。这时二侄妃花娘突然到访，她早就把乌妃当做了自己的妹妹，可惜乌妃的心情很不好，连花娘带来的点心都没吃一口。花娘以为她生病了，就要去拿些补品，她希望乌妃能多依靠她一些。乌妃想起丽娘教导她要独自活下去，自己走的路无人可以同行。花娘很心疼，乌妃已经认识了这么多人，还是没人能和她同行吗？潜入雀巢宫的温莹遇到了风萧月的袭击，见温莹久久没有回来，乌妃很担心，于是自己跑着去要接温莹，路上不小心摔倒，正好遇上夏高俊来此。乌妃将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，包括风萧月是为了杀他而潜入后宫的。乌妃很后悔，他因为太害怕了才让温莹去调查，却没想到还对方陷入危险，让他人在身边让他畏惧死亡。和夏高俊的人相遇之后，他变得懦弱了。夏高俊认真的安慰乌妃，她只是个16岁的姑娘，依赖他人绝不是一件坏事。他陪着乌妃一起去了雀巢的宫殿，雀妃的屋子里散发着浓郁的香附香，而在雀妃的床边，风萧月正站在那里。他看了乌妃一眼之后就离开了。雀妃的身体非常差，乌妃把薄纱还给了雀妃，要求她交出温莹。那晚去夜明宫的确实是雀妃，乌妃无法实现她的愿望，但风萧月却可以。雀妃想要复活的是她的兄长，她和兄长的感情很好，相互扶持着长大。兄长是她心中最优秀的男子，为了让兄长官运亨通，她选择了入宫为妃。好家伙，这话当着皇帝的面说真的没什么嘛。可惜在她入宫之后，兄长就因为落马伤势过重而去世了。雀妃无法接受兄长这么轻易的死去，所以去找乌妃，但乌妃却不能让她的兄长死而复生。就在她绝望之时，风萧月出现了，她用泥土和兄长的头发复活了兄长。乌妃问雀妃的兄长现在在何处，随后径直走向了一旁的偏殿。雀妃惊慌失措地追了上去，说那真的是她的兄长，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夏高俊奇怪，什么叫做不会再有第二次？乌妃打开偏殿的门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，地上放着几个血桶，温莹被打晕绑了起来。雀妃的兄长满嘴是血地冲出来攻击他们，但海及时赶到，撂倒了形容丧尸的男人。雀妃突然大喊着冲上前，熟练地割开手腕给自己的兄长喂血，让死者死而复生。不只是普通的巫术师，就连他都办不到，但是风萧月却做到了。但是复活的兄长需要用血液喂养，雀妃弄来了很多兽血，
但他的兄长却只爱喝人血。那天晚上，兄长因为渴求人血失控后被他的宫女撞见，后来就酿成了悲剧。雀妃希望皇帝能饶恕他的兄长，但吴非却残忍地告诉他，这不是他的兄长，风萧月不是让人复活，而是用泥人偶塑造了一个空壳，不管过多久都不会变成他的兄长。他所敬仰的那个优秀男人早就不在了。他其实明白这一点，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雀妃崩溃了，她温柔地抚摸着兄长的脸，却没想到恶红脸的兄长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。吴非用剑捅出了泥人偶的心脏，但已经晚了。事后吴非向温莹道歉，但还搜遍了整座雀巢宫都没有找到风萧月的踪迹，他甚至连房间都没有。吴非对于雀妃的死很愧疚，雀妃曾把叶明更当成最后的希望，却被他拒绝，是他忽略了雀妃的悲伤。夏高君走后，久久给吴非端了茶却不见人，伊斯哈说吴非去送皇上了。而走到半路上的夏高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急忙折返。吴非瞒着所有人跑到了宫女死去的地方，他知道风萧月就在这里，他不躲不藏的等他来。果然风萧月很快现身了，吴非便出剑扔向风萧月，但却没对他造成任何伤害。风萧月表示同族相残毫无意义，要用巫布才有效。发现吴非一无所知之后，风萧月给他解释了一切，他来自遥远之海的彼端神之国度上文幽宫，是负责斩首的藏者部。这座岛是幽宫流放罪人的不祥之岛，而他的妹妹巫就是被流放的罪人。他和巫生于海中一分为二的泡沫，他负责斩首，巫负责乘着海风引导死者的灵魂。灵魂非常美丽，在海中闪闪发光，像是天上的繁星。他和巫非生活在夜空中，巫因为送死者的灵魂复苏而犯下重罪被流放。不久之前，他感受到了巫失控的力量，于是终于忍耐不住了。说着，风萧月将随身巫布的羽毛化成一把剑，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妹妹。而要葬送巫，就必须破坏作为容器的巫妃。危机时刻，夏高君及时赶到和风萧月对峙，他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吴非，但风萧月的这具身体只是一具人偶，就算刺中要害也无法杀死。身为藏者部的身体无法来到这座岛上，他也不想杀害无辜的少女，但这件事要恨就恨初代吴非香强吧。香强将吴非困在体内，以自身以及后继女孩之身为容器加以封印，使吴无法逃脱。吴非每逢新月都会痛苦不堪，那是在体内的巫想要逃脱容器掌控，在拉扯他的灵魂。吴非的身体已经一半化为巫，而吴非每日供奉的花卉其实是让巫逃出的毒药。巫几乎失去自我，而吴非体内涌现出的巫之力使巫愤怒和痛苦的悲鸣，而这也让吴非的心中充满愤怒。风萧月高举手里的剑，是时候让巫得到解放了。吴非失去了反抗之心，夏高君突然一把推开他，随后吴非养的小飞机星星愤怒地朝风萧月咯咯叫，原来他也是巫部。吴非想到风萧月说过同类相残要用巫部，他将星星的羽毛化为利剑，风萧月的身体果然化为了灰烬。事情结束之后，吴非才发现夏高君受伤了，他也因为过度疲劳晕了过去。梦中想起风萧月的话，他难道真的变成怪物了？他醒来之后，大家都守在身边。夏高君给了吴非一条木雕小鱼，不过因为昨晚的事弄了一个缺口，不过吴非并不在意，很高兴地挂在了身上。之后夏高君和花娘一起祭拜了雀妃，他拜托花娘多照看一下其他妃子，别让后宫再发生这种事。雀妃的父亲一定很埋怨他，不仅痛失爱子，女儿还发生了这种事，但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之后卫青去查了风萧月，宫中果然有人在和风萧月的师傅通信，还拟定了缜密的计划，让风萧月以宦官的身份潜入后宫。夏高君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但等卫青去抓的时候，已经人去楼空了。薛玉勇深夜拜访了夜明宫，这让吴非很惊讶，因为后宫是只有皇帝和宦臣才能踏足的地方。薛玉勇说，他这次来是为了在隐居前和吴非说完丽娘的事。于是两人边下棋边聊，吴非特意为薛玉勇点燃了香符香，香味让他回想起了青梅竹马的丽娘。她曾是位无忧无虑的活泼少女，深受家人和朋友的喜爱。直到她被选入吴非入宫，那个孤独的背影是丽娘给薛玉勇留下最后的印象。吴非输了棋，问薛玉勇不打算掏出怀里的刀吗？他知道薛玉勇是来杀他的。然而薛玉勇刚掏出刀，夏高君就赶到了。就是薛玉勇把风萧月放进了后宫，因为吴非非死不可。尽管他多次谏言不要靠近吴非，但夏高君总是会向着吴非。吴非身边有皇帝，有宦官和侍女陪伴，但为什么丽娘就是孤身一人？历代皇帝从未照拂过她，为什么没有人为丽娘想一想？但丽娘的身边不是有吴非吗？他们两人相依为命，丽娘对吴非倾注了多少爱意，一看便知。但薛玉勇却要杀害丽娘的救赎，薛玉勇失声痛哭。夏高君没有追究他的责任，而是让他离开皇宫隐居。吴非给夏高君重新包扎了伤口，薛玉勇成为了丽娘的东宫。他有多爱慕丽娘，就有多恨吴非。
吴妃原本没打算反抗，但是在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脑海中却浮现出夏高俊的脸。夏高俊说过要和他成为朋友，他说的话就是吴妃的救赎。因为雀妃的事，夏高俊最近又无法入眠，他在吴妃这里留宿了一晚。第二天，吴妃给雀妃焚烧私语，送她前往极乐，之后主动去找了花娘喝茶吃点心。雀妃的父亲来找夏高俊请罪，原来吴妃给雀妃的父亲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皇上为了雀妃焚烧私语，他对皇上所做的一切万分感激。吴妃之举让夏高俊终于放下了这块心病，他们就是彼此的救赎。后宫之屋第1季完结。